我劝你还是乖乖的跟我走，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吃罚酒又如何？我会怕你？本头领原本不想杀你，可你若执迷不悟，休怪本头领对你不客气。好啊，你的不客气我早就领教过。来吧，是你自找的。王先生，我百草堂可不是你撒野的地方。我告诉你，这位姑娘是我请到百草堂的客人。你要在百草堂杀人，那就先把我杀了吧。王大头领，你不会以为我这是故意为难你吧？我劝前辈还是不要趟这趟浑水。你到百草堂来杀人，竟然说我趟你的浑水，那老子就先杀了你！师傅，要放这和尚上山去吗？你觉得我们不该放他上山吗？师傅，这和尚武功高强，如果放他上了山，与百草妖王和张若欣汇合在一起，那汪大头领可就不是他们的对手了。都头，你看呐？徒儿以为，这正是我们显示实力的机会。先让王元正吃个败仗，然后咱们再帮他打个胜仗。如此好让他明白，若是没有师傅您的扶持，他王元正就是一滩烂泥。还是独头聪明。林枪，师傅，徒儿在。虽然你的武功在你师弟之上，但你却太过忠厚老实。你记住，要想在中原武林称霸至尊，光靠武功是不行的，还要有聪明的头脑，明白吗？是师傅，徒儿明白了。
贫僧向心见过前辈。小和尚的一阳指功夫，果然让老夫大开眼界呀！哈哈，好，南帝果然有传人了。这回让这些妖魔鬼魅好看。向心师傅，天纵哥他来了吗？杨兄弟马上就到。他的毒解了？不错，他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。前辈，请您务必救救杨兄弟啊！向师傅，快快请起。向心师傅，你刚才不是说天纵哥的毒已经解了吗？他又怎么了？杨兄弟不顾劝阻，去了大门岛。什么？他去了大门岛？难道他的功力已经恢复了？若真是那样，我还求前辈干什么？那你快说，他到底怎么了？他服了剧毒，鹤顶红。你说什么？王大头领，情况怎么样了？本来我可以抓到张若贤的，谁知道半路杀出了程咬金，那个和尚突然来了。哼！大头领不必着急，这正是本王用的欲擒故纵之计。欲擒故纵之计？那和尚是我故意放上山的。本来以大头领和5位高厨的武功，对付那个姓张的女娃娃和百草药王，有5成胜算。如若再多个和尚，你们就不是他的对手了。这么说，法王已经算准了我们会输。对，所谓的欲擒故纵，就是要等那百草药王放松警惕之后，再去偷袭，这就叫兵不厌诈。法王，你的这个计策，让我损失了5个徒弟。法王为何不分而击之？若是在半路杀了和尚，我们可能已经杀了百草药王，还有那个女娃娃了。5成胜算并不算多，你们若是失手了呢？法王确实想得周全。哼，可为什么姓杨的小子却没有和那和尚一起上山来？莫非他从另一条路上山了？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雁荡山并无其他坦途，到那姓钟的百草堂也只有这条路最近，所以他们不会另外择路上山。本王认为，之所以姓杨的那小子没能随那和尚一起来，一定是因为他毒性发作，行动不便，所以才和戚继光在后援行。只要我们先杀了钟之远他们3人，然后再埋伏在百草堂，就一定能出其不意的杀了姓杨的小子和戚继光。还是法王考虑周全，汪某佩服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就杀个回马枪，走。要不是我还需要你的帮助，我堂堂岭南毒教教主会受你这般羞辱？流拳荡杀除法，果然名不虚传呐！这流拳荡杀除法恐怕得改名儿了。此法恰到好处，
改之何意呢？这刘全荡杀除法，岂不辱没了法王的身份呢？那以药王的想法，应该改之何名呢？法王你祸国殃民，助纣为虐，不僧不俗，不佛不道，当称之为妖啊！所以这刘全荡杀除法，应改名为刘全荡妖除法。法王以为如何呀？钟之远，逞口舌之快是救不了你的。哎呦，你以为老夫是在自救吗？老夫是在救国救民、救天下的苍生，也是在救为抗倭中毒而舍生取义的杨天纵杨大侠。哼，若自救，就凭你等这点本事，想见老夫，恐怕连老夫的影子你们都见不到吧？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救人，是痴人说梦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啊！啊！前辈，你没事吧？没关系，我们走。怎么了？前辈，
你没事吧？你们是什么人？婆婆，你放心，我们都是好人。好人。小心！哎，婆婆，小心！我在呢。和尚，快把剑扔了！和尚。药王，你怎么了？药王！哎，两位大哥，什么人？啊，两位大哥不必惊慌，在下不是倭寇，更不是海盗。要是惊了两位大哥，请多包涵。这位小兄弟，这方圆几十里荒无人烟，又经常有海盗倭寇出没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呢？啊，这位大哥，在下只是想寻一个船家。小哥寻找船家，莫非是想过海？正是。现在正是涨潮，什么事这么急呀？要马上出海？救人。哦，
那好吧，跟我来吧。好。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！大侠饶命啊！我看你武功很是不错，为什么不辞报效国家，却为倭寇卖命？大侠有所不知啊，我本是雁荡山的一名猎户，可那朝廷官兵杀了我爹，又逼死我2个妹妹，小的又被官府缉拿，不得已才投靠了汪大首领的呀。原来是这样，官府为何这么做？只因我2个小妹年轻貌美，官府说要奉旨送京侍候皇上，说是侍奉皇上，其实就是要取他们处女之精血，去造红丸，给皇上延年益寿。我和我爹奋起反抗，不料我爹被杀，妹妹也被抢走。我一气之下杀了县令，这才被官府通缉。我也是没有办法呀，我们沿海的百姓实在是没有活路啊。官府比倭寇还要狠毒凶残，而且天天就在你身边，百姓痛恨官府，比痛恨海盗倭寇有过之而无不及呀。但无论如何，你也不应该助纣为虐，带着倭寇反过来残害我们大明百姓。大侠说得对，小的以后再也不敢助纣为虐了，还望大侠给小的一个机会，让小的重新做人呢。好，我相信你，起来吧。谢大侠不杀之恩，此身愿为大侠驱使，做牛做马也心甘情愿。那倒不必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小的姓常，单名一个山字。常山？对，小的是叫常山。常大哥，麻烦你将我送到大门岛，待我登岛之后，你自行离去，回雁荡山也罢，去别处也好，只要不与倭寇继续为伍，残害百姓，那就行了。好，我以最快的速度送你去大门岛。好，走吧。常兄，前面还有多远啊？马上就到了。大侠，你可是有毒在身？不错，在下正是身中奇毒，不久就会离开人世的。那大侠怎么不去医治，却要来闯这龙潭虎穴？不救出我的朋友，我死不瞑目。小的真是白活了30岁啊！大侠，你若信得过小的，救了你的朋友之后，便到此处来找我，我再送你们回去。不，常兄，那样做太过凶险，你还是尽快离开此地吧。大侠，你舍生忘死，又对小的有不杀之恩，就让小的为大侠尽些绵薄之力吧，不然小的这一辈子都会后悔自责呀。好，那就多谢常兄了。不敢当，杨大侠，快去救你的朋友吧，就按小的所说的路径去。在下告辞，保重。大侠小心呐！
都死了吗？啊，从哪冒出来的？姓杨的到了，莫非戚继光开始攻城了？二将军，咱们赶紧回去吧。说不定大将军、九路法王和汪大统领也到了，到时候咱们合兵一处，再来收拾姓杨的。再说，如若戚继光攻城，咱们也好先做准备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如果发现那个姓杨的和那个疯子，立刻向我报告。是。如果没有发现他们，就先不要惊动他们，只要盯住他们就行了，明白没有？明白。走。凤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我对不住你，我没照顾好冰山。凤弟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凭你和郭姑娘的武功，远在飞檐次郎和廖千锋之上，怎么你会伤得如此之重？幸亏有金刀仙子护着冰山，才没出大事。看来这个金刀仙子也算是个有情有义之人。凤弟，你的眼光确实不差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把郭姑娘关在什么地方了。大哥，这你放心，藏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她。凤弟，我问你，自打你来到了岛上，你有没有打听到他们防御部署的情况？啊，都清楚。我找冰山的时候，我在岛上转了2天，倭寇的防御都在我脑袋里呢。好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凤弟，你回去把这里的情况向戚将军报告。让我回去？那怎么能行啊？凤弟，你有伤在身，必须回去医治。不行！大哥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回去救冰山。凤弟，我没照顾好他，我不能让你自己回去。凤弟，戚大人现在还等着我们的消息呢，听话，快回去。大哥，常大哥，大侠，来，麻烦你。来，常大哥，这是我兄弟封老五，劳你把他带回去，务必交给戚将军，保证他安全离开此地。可是他没事，常兄你别担心，我只是点了他的昏睡穴，3个时辰之后，他自会苏醒。大侠放心，你自己也要保重啊。有劳了。放心吧。好。
杨少侠，别来无恙啊！我还活着，让法王失望。呵呵，看你的脸色，离死也差不远了。就算我只能活1个时辰，也拉着你们几个垫背。我算是舍身取义了。就如王元正，你们几个身为大明的子民，不保家卫国，却伙同倭寇一起残害同胞，你们就不怕报应吗？小子，我王元正乃西毒后人，历尽艰险方可称霸一方。为了我的山寨，为了我几万兄弟吃饱穿暖，自然是谁能给我好处我就帮谁。还用你这个将死之人跟我讲什么狗屁大道理？把郭姑娘交出来！如果不交呢？那我就踏着你们的尸体，把郭姑娘带走。姓杨的，你家的郭姑娘，现在正在石牢里受刑呢。她正和其他掳来的姑娘一样，在军营里欲仙欲死呢。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姓杨的，难道？姓杨的，上次让你逃跑，算你运气。今天你死定了！既然我今天赶来，就没想过要回去。哼，那我就成全你。
杨少侠，几日未见，你的武功精进不少啊！也算是因祸得福。怎么样？还有谁来？如同，他所中之毒，可是我调制的五毒会吗？正是。这就对了。姓杨的，因你的内力深厚，中了毒之后，功力虽然暂时有所提升，不过那也是回光返照，马上就会消失的。而且你越用内力，功力就消失得越快，你小子最终还是难逃一死。汪大头领制毒用毒的本领，独步天下。在下知道是活不了多久，但凭现在在下的武功，你们都加一块儿，是我的对手吗？你小子也太狂妄了吧！就是，哼。那你怎么不下来跟我比试一下？原因很简单，你，还有九如，还有你的2个徒弟，都受伤不轻。我看，在这儿除了金刀仙子以外，都是一群废物。你说是吗，法王？杨少侠果然是明察秋毫啊！法王过奖。杨少侠，我等虽然都和你一样负了重伤，但是照样可以内力护体，功力减了一些，好虎抵不住群狼。如果我们一起上，杀了你照样不费吹灰之力。是吗？甚是。那还等什么？为什么不动手？哼，看你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烦了。能在死之前杀了你们几个祸国殃民的东西，岂不是人生一大快事？放肆！我就让你快死！上！
阿梅各位师尊，徒儿郭文梅许愿，请你们在天之灵保佑杨天宗，无论他在哪儿，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混蛋！飞渊，你们两兄弟入侵我中原，鱼肉我百姓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今天，受死吧！任何机会，大家一起上！刀下留人，大家都不许动！留着他，终究是个祸害。你笑什么？笑你们这群无用之人！信不信我这个将死之人一样把你们全杀了？我不信。好，那你们谁先上？大将军，留着他还有用？什么用？他是戚继光看中之人，你是姓郭的和那疯子，他是我们手中更重的砝码。他都活不了多久了，留的还有何用？哼，所以才请大头领给他服些解药，只是延长他的寿命，不用太多。法王，你到底想拿他怎么样？戚继光虽然已经答应我们的条件，但是朝廷还没有批准。如果朝廷真的不批准，戚继光就会大量的攻城，到时候你说有没有用啊？哥，法王说的对，有他在咱们手里，戚继光不能不有所顾忌。最后如果无法阻止戚继光攻城，我们再把他绑到阵前斩首，既可以有事情，又可以威震敌方，再加上那个姓郭的女人，你说有没有作用啊？
先杀了你们！就凭你这德行，银枪、毒童，在，过来！你们俩把他押回去，和那姓郭的关在一起，好让他见上最后一面。先给他服些解药吧。师傅，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如果让这小子再坚持1个时辰，我想我们所有人都不会走着回去了。他和姓郭的女子是戚继光身边2个武功最高强的人，他们2个已经武功全废，这戚继光又有何惧？你说的很对，现在的形势对我们很有利，最起码延迟了戚继光公道，再加上这3000两黄金，如果到位了，就应该没问题了。是，师傅。仙子，这几天得辛苦你一下，经常在岛上巡逻，切记不可大意，让戚继光钻了空子。放心吧，师傅，徒儿定当尽心尽力。师傅，请走吧。文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大哥，冯弟，大哥，天总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骗人！我都知道了。你为了救我和冰山，先中了五毒会，又服了鹤顶红。大哥，你怎么那么傻呀你？你说什么？文梅，能见到你们几个好好的，我死而无憾。我们也是。我知道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还要服鹤顶红？你要我们怎么办呢？你这样做，就是为了救我和老五。我不能见你们几个身陷囹圄而不顾。如果这件事情换作是你们，也会这么做，对吗？这样做，值得吗？文梅，何为值，何为不值？我心满意足，也就足够了。而且，能见到你最后一面，比什么都值。杨少侠，你这一句问得好啊！郭姑娘，
难道你不知道杨少侠已经是垂死之人了吗？你胡说！是吗？你一定是不希望他死啊？啊？我猜的没错，你一定是喜欢这位玉树临风、侠肝义胆的杨少侠，英雄美女，哎呀，真是天作一对儿，只可惜。怪物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哼，真想不到，这法王也有信口雌黄的本事。也罢也罢，哎，就算我是信口雌黄，或者是胡说，但是杨少侠可以肯定的是，你已经见不到明天早上的太阳了，对吗？九如，你说的没错，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了：今天我杨天纵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只要我能够协助戚将军杀了你们这帮倭寇，毁了你们这个老巢，就心满意足了。你真的认为你会杀了我们吗？我实话告诉你，你不仅救不了他们，而且戚继光也毁不了这座大门岛。就凭你，怎么着？你觉得我说的不对吗？好啊，我们能够把你们5000人团团的围在岛上，我就要有15000人的力量。你放15000个屁还差不多。九如法王，你还不思悔改吗？你们的人早已在沉鱼岛被我们包围了。你真的认为我这个老怪物能相信戚继光的调虎离山之计吗？实话告诉你，好戏还在后头。银枪，在，师傅。发信号。盾牌手！传我率令攻上大门岛，全歼岛上倭寇。是。击鼓！击鼓！击鼓！报告大将军，发现胡宗宪的战船。什么？战船？九如，齐将军用的是连环计，
你还得意得起来吗？呀！把他们都给我杀光！杀！大将军，胡宗宪的大军已经把大门岛包围了。什么？传令下去，死守大门岛。哎，等等，大将军，死守大门岛我们是没有什么胜算的。我们日本武士是不会被打败的。事到如今，也只有让你这些武士和戚继光一块埋葬在这儿了。你是说王毒吗？是这样，我已经告诉弟子，如果不敌，马上听我号令，放出王毒，把大门岛变成死地。不，我要守住大门岛，和戚继光一决雌雄。别再等了，再等下去，等戚继光和胡宗宪的大军会合，咱们都得死在这儿。对，那些武士都是我的心血，我宁可让他们玉碎，也不能白白被毒死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是个鼠目寸光之辈。难道你不懂得弃卒保车的道理吗？你敢侮辱我！哼，大将军，现在的情形就像被毒蛇咬住手背。如果我们现在不挥刀断腕，这里就是你我的葬身之地。但是如果有永世断臂之用，何愁他日不能再卷土重来呢？可这些武士千里迢迢追随我而来，就这么白白被毒死吗？不，你们武士不是讲究视死如归吗？如果他们的命能换来明天的胜利，他们也是死得其所呀。再说了，大将军，东海还有万千岛屿，丢掉一个大门岛，改日我帮你再夺回一个岛屿，到时候就不是你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无毒不丈夫，若想成就大事，就不能有妇人之见呐。好吧，就照你说的办。来，吃下解药，可防狼毒。大家听着，九如法王有阴谋，大家都往洞口撤。听我的。那你呢？我来对付他们，走。开始行动吧。好。
要心死！你们快走，再把他会合！我不走。走！天宗哥，杨兄弟，我不走！呀！和尚，拦住他！老五，走吧，走开！我要跟大哥在一起。老五，滚！次郎，将军，赶紧撤吧！大军已经过来了，放开我！杨天宗，走。王明姐，小心，走。天宗哥，天宗哥，走！天宗，杨兄弟，快走！天宗，天宗，天宗哥！怎么办？多亏了你的计中计，我们才能打赢这场仗啊！再好的计谋，也离不开这些勇士的舍生忘死、奋勇杀敌。戚将军，郭姑娘，你们可出来了。凤少侠没事吧？他没事，只是晕了。杨少侠呢？杨少侠怎么没有出来？天宗阁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为救我们死了。什么？戚将军，王毒就要飘过来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撤离吧。所有将士，马上离开此地，快走！快走！
快撤！快走！撤！法王好计策，这样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在虐待杨天纵的尸体，戚继光就一定会来抢他的尸体。这样，我们布下天罗地网，把他们一网打尽。把这些人都杀了，到时候台州、杭州、温州，那都是大将军囊中之物。哎，仙子，仙子啊，师父，心不在焉，看好杨天纵的尸体，如有闪失，拿你试问。是师父。走。谢谢你保全杨天纵的尸体。我也没做什么。再说，仙子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能做。王大头领，虽然你帮了我，但并不代表……仙子，我不明白，你为什么老是拒绝我？难道你有心上人了？怎么会？我深居简出，为师父办事，怎么会有心上人呢？那不就结了？你未嫁，我未娶，咱俩正好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。我想不出你为什么不接受。大战在即，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我还得部署一下，看管杨天纵的尸体。你先回去吧。那好。你不怕我杀了你？干嘛要杀我？我们可是敌人。哦，敌人是杀不了的，朋友还可以。哎，好，来，杀啊！我不是你朋友。哎，等等！封盖管你叫大哥，你们俩的感情肯定极好。不知他现在如何伤心难过。我投放王毒，也是情非得已，请原谅我。
你的计策有误啊！杨天纵在这晒了一天了，那几个人怎么还没有出现？密报说，戚继光把那几个人关了起来，但是戚继光已经筹措人马，计划再次攻打大门岛。到时候密报把戚继光部署传给我们，那时候我们就可以攻其不备。法王高明啊！那咱们就只管等着他们就行了。先把那小子放下来。不行，把他放下来。戚继光还会来吗？把他放下来，难解我心头之恨。来呀，在，给我鞭尸！飞远，哎，元璋。我们走吧。报！什么事？杨少侠被救回来了。什么？3种毒物正在以毒攻毒，若是集合几大高人的内力，为他打通任督诸穴，或许还有得救。快动手！快，大家一起动手！
兄弟，田总，田总，兄弟，他已经没事了，扶他进房休息吧。快扶起来，扶起来，快！多谢大侠出手相助，请问在下杨树，田纵是在下的犬子。戚继光见过杨大侠。见过戚将军。田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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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还以为以后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傻瓜，文梅，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这一次我死里逃生，我全身的经脉已经被打通了。比以前还要好，放心吧。我告诉你，杨天纵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许再做傻事，不能把我一个人留下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呀，我说，我看看你伤好了没有？杨兄弟，爹，爹，孩子，你还在休养期间，来，快坐下来吧。爹，您先坐。孩子，你助戚将军抗倭，爹甚感欣慰。只是你做事如此拼命，让爹很担心呐。您是我大哥的爹，难怪武功这么好啊！这是爹，这是我的义弟封盖老五。那您如果是我大哥的爹，那也就是我疯子的爹。我给您当儿子好不好啊？果然是疯得可爱。好，就依你，我就收下你这个疯儿子。真的，我封武有爹了。爹，这位是郭姑娘。
杨伯伯好。郭姑娘好。孩子，你可知此次是什么救了你的性命？莫非是爹爹和大家的内力？非也。那是什么？真正救命的解药，就是最后一味王毒。王毒？王毒？定不会派高手来，他和肥元，甚至他的徒弟也肯定不会亲自来，这一定会被识破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也只能离开了。可是若贤怎么办？铁桥哥，你在想什么？没想什么。这一路你都心不在焉的。有吗？刚刚我们走的那个地方叫什么？这荒山野岭的，谁知道叫什么？地名就在那边的石壁上刻着，叫野狐岭。啊，我怎么没看到？你当然看不到了，心不在焉的。前面的路越来越险了，你可要打起精神。行，我知道了。有倭寇！就凭你们，还想杀七将军、于将军？朱将军，你师兄，你干什么？原来你就是那个奸细。若仙，我们走吧。去哪儿？去找九如法王他们，反朝廷，杀昏君，为我们的父亲报仇。原来你真的是奸细。我不能和杀父仇人为伍，我要利用倭寇和海盗他们为我爹报仇。所以，你就投奔了倭寇？这不是投奔，是利用他们杀敌。谁是你的敌人？是我，是杨大哥，还是七将军、于大人他们？不错，他们都是我的敌人，我一定会杀了他们。他们为了我们的父亲，2度出生入死，甚至还救了我们的命。
你怎么能说他们是敌人呢？我不管，谁挡我杀君之路，就是我朱铁桥的死敌。师兄，你别再糊涂了。我们的个人恩怨，怎么能跟国家大事相提并论呢？只要杀了昏君，国家就能平安，百姓也能安宁。那倭寇和海盗呢？他们就可以鱼肉百姓，涂炭生灵吗？那只是暂时的。只要杀了昏君，法王就会倒戈，将倭寇赶出去。这是他们跟你说的，这些话你也能信？我信。谁能帮我报仇，我还不了那么多。师兄，你要报仇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可是你不能敌我不分，助纣为虐。我答应你，等我们杀完倭寇，我就跟你一起回京，杀了严嵩，还有那个昏君。可是现在，若贤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单凭我们两个的力量是报不了仇的。我们只有联络海盗和倭寇的力量，才能打败明军；只有打败明军，才能推翻朝廷，才能杀得了昏君。你现在做的是卖国的事情，你是走狗。朱伯伯不会让像走狗一样的儿子为他报仇的。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，求你跟我回去，他们一定会原谅你的。不，我就是死都不回去。我一想到杨天纵，我就觉得恶心。要不是你被他鬼迷心窍的话，也许我会听你的话。这是我们个人的事，怎么能跟国家大事相提并论呢？够了，这是上天给我安排的复仇之路，我只能这么做。若贤，跟我走吧，我会对你一辈子好的。只要咱们杀了昏君，我们就归隐山林，白头到老。我会给你一辈子幸福。我现在跟倭寇联手，那只是暂时的，你相信我。闭嘴！从小到大，我都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看待。我万万没想到你会自私到如此的地步，我哪儿都不会跟你去，我不会跟你助纣为虐，祸国殃民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若贤，你不要再固执了。我告诉你，什么戚继光，什么杨天纵，挡我者都得死。朱铁桥，你就不要白费心机了。你要是还有血性的话，你现在就跟我回去。你要执意不回去，那我们就恩断义绝。有能耐我们战场上见，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敌人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动手吧。若贤，我必须带你走。义父，你觉得我们这次攻打温州城有多少胜算？你怎么会认为义父会攻打温州城呢？义父这话什么意思？咱们接到密报，不是说温州城布防空虚，咱们此次就是要乘虚而入吗？错，咱们来温州只是虚晃一枪。孩儿不明白您的意思。元正啊，你还记得戚继光是怎么攻打大门岛的吗？大门岛？我记得我们收到朱铁桥的密报，说是胡宗宪率领主力明攻陈余岛，然后戚继光率3000人偷袭大门岛，救出杨天纵。对，实际情况是戚继光带领了3000人想打大门岛，而当我们到了岛上之后，想给戚继光瓮中捉鳖之时，胡宗宪却率领了主力大军攻上了岛，包围了我们。
这说明了什么？这说明了咱们收到的消息是假的。孺子可教。这么说，姓朱的那小子又投到戚继光那边去了。这种可能性不大，我想80%是暴露了。总之，他送来的消息也信不过了。密报上说，温州城现在布防空虚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我们前面就会有明军在等我们。那义父既然知道这是一计，我们干嘛还要铤而走险？将计就计。如果我们不来的话，戚继光就会有所察觉。一旦他发现裴元勋率领的主力大军已经奔赴杭州，那样的话，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说什么？裴元勋率领咱们的主力去杭州了？不错。如果他们想消灭我们3000人，我想应该有1万的兵力才可以。当他们发现我们要奇袭温州，我们就要有2万人才行。这样的话，总共他们要有5万人来合力击溃我们。而江浙地区明军总共才10万人，江苏5万人，浙江也只有6万兵力。沿海他们还布防了2万多人。所以说，杭州现在是一个空城。这么说，咱们这次来温州，只是诱敌之计。所谓兵不厌诈，此刻不像我们中原武林你杀我杀的，这是计中之计，计中计，所以我们才有取胜的把握。可是我们只有3000人，绝对不是明军主力的对手。我们不会和明军相逢，一旦遇到明军，我们金蝉脱壳即可。你我可以金蝉脱壳，可是我们这3000人马，这3000人马自然走不了。但是他可以帮助我们拖延时间呢。义父是要牺牲这3000人。舍不得孩子，套不住狼。义父好计谋。要是咱们的杀手再在沿途杀了戚继光和于大猷，那咱们就更是胜券在握了。你真的认为戚继光和于大猷会在去福建的路上？朱铁桥的密报显示，戚继光已经改变了去福建的计划。现在在路上的应该是朱铁桥、张若贤和假戚继光，还有于大猷。可是朱铁桥已经暴露，那他的情报必然也就不准。这也未必。戚继光想支开朱铁桥真正的目的，就是不想让他知道戚继光的路线，防止他来向我们通风报信。朱铁桥对我们来说是一点用都没有了。他可以算是一枚弃子了。但在抛弃他之前，我想再利用他一把。戚继光想用朱铁桥设计我再反过来将他一军。义父，这么好的计划，你为什么全瞒着我？因为保密嘛。这个计中计只有我和裴元勋知道。可是我毕竟是海鹰帮的大头领。你当然是海鹰帮的大头领，但是在我面前，你是我的亲人，是我的儿子，准女婿。对，如果我们在这点事上斤斤计较，那我们还能算是一家人吗？孩儿知错了。好啊，元璋，做好准备。明军戚继光就在前面等着我们呢。
将军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将军，乐清一带未发现倭寇，台州一线也没有发现敌人。于将军认为倭寇的主力一定在这里，他们的目标应该是温州，所以命我2人率队来援。于将军估计，进犯温州的倭寇不少于5万人。5万人？对。那在兵力上，应该跟我们旗鼓相当啊。可是他们也不会料到我在这里，此意，他们是想仗着人多，以为我守着乐清和台州，所以才敢冒险深入。戚继光要真想伏击咱们，应该就是这里。这是伏击的好地方。哎，你们听令啊！全体将士做好准备，提高警惕。一旦遇到明军阻拦，要不惜一切代价冲过去。是。只要一开战，咱们几个马上就走。是。引枪，在。命令大军全速前进。是。法王有令，全速前进。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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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戚将军，杨少侠，戚将军，根据我们的观察，那支倭寇的队伍最多不过3000人，而且除了王元正，还有九如以及他的3个弟子以外，其余的人并没有出现，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倭寇的主力部队。这会不会是他们的一个圈套？这样看来，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温州，可台州和乐清也不是他们的目标啊。我说，那倭寇会不会躲在沉鱼岛，他不出来？我想，他们用的一定是调虎离山之计。浙江所有的军队都已经调到这里，他们要再进犯其他地方，就麻烦了。现在他们的目标，我们都无法确定。将军，我有一计，可以试一试。哦，杨少侠，快讲。九如法王，如果我们跟他一交手，他肯定会赶过去跟大部队会合。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盯紧九如法王。杨少侠想得周到，就这么办吧。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好，走。
宋将军，你去追杨少侠，有什么情况立刻回来报告。文将军，这里就交给你了。是。其他将士，跟我走。擒贼先擒王，先杀了这几个倭寇。倭寇失去指挥之后，必定会自乱。对啊，但是我相信，你能懂的道理，倭寇也会明白。你是说，杭州城里的胡大人？正是。郭姑娘，你马上动身，立即进杭州城，保护胡大人。好。大哥，让冰山一个人去怎么行啊？多危险啊！我陪他去吧。啊。郭姑娘武功高强，况且混入城中的倭寇是不入流的，以郭姑娘的武功制服他们不在话下。郭姑娘，时间不早了，这离杭州城还有一段路，出发吧。你们大家都要小心。你也小心。对了，你转告胡大人，务必要坚持2个时辰，一旦让倭寇攻破城池，再想消灭他们，就会难上加难。我知道了。我们走。大哥，我们是不是按之前说好的干？对，烧死他们，顺便引开那几个高手。这是我们日本的战神！雕虫小技，竟敢在我面前献丑！过去看看。嗨！呀！呀！和尚，和尚，和尚，正好，你鬼叫什么？哎，你怎么不接住我呀？废物，你那么沉，谁接得住你啊？你上下边来试试。这2个臭小子竟然冒充我们的战神！嘘，你嘘什么嘘啊？你当他们是聋子啊？我都说你出的是馊主意了。你这还真是铁了啊！你还好意思笑？为了这衣服，毁了2锅，铁锅！哪来的2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？好，既然你们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呀！山龙！耍这些小孩子把戏，弓箭手，把他给我射下来！哎，请你们喝酒，让你们喝个够！
哇，和尚，你这么慢呐！和尚，你对付哪个啊？你先挑吧。这次可是你让我挑的啊，以后不许管我。你什么时候真心让过我，你就先挑吧。我选那后边3个奇形怪状的，他们用的兵器好玩，我给他们抢过来玩玩啊。那剩下的就交给我了。好好好。和尚，加油！加油！8个，让你们尝尝日本武士的厉害！来吧，明朝人，我要见识见识，是中国功夫厉害，还是日本忍术厉害？啊？你们问我叫什么？嘿嘿，你们叫我风爷爷就行了啊！你们明朝曾经强大，可现在已经没落了。日本文化虽源自于你们中国，现在已经青出于蓝胜于蓝。在我们明朝，孙子见爷爷那是得下跪的。日本忍术源于中国功夫，我一直想找一个中国人过招，打败你，让你知道日本忍术的厉害。叽里哇啦的说什么呢？不跪是吧？好，我打得你们3个跪地求饶。你看不起日本忍术，师兄，跟他说那么多干什么？动手吧！哎，等等。哎呀，在明朝，孙子打爷爷那可是大逆不道。好，今儿我风爷爷就教训教训你们这3个小兔崽子。来来来来来！
叔叔，人家可是300年前武林至尊黄老邪的看家必杀绝技。什么黄老邪？他这就是耍无赖！飞远大人有所不知，这个黄老邪乃是300年前武林的顶尖高手，此招完全是玉石俱焚之计。刚才飞远大人要是身形不变不沉，我想现在这小子已经成为你的刀下鬼了。那我的脑袋还能在吗？这一招看的是勇气，你死他就死，你要想活他就胜。狭路相逢勇者胜啊！你是说我怕死？哎，以飞远大人的武功，一定是在这小子之上。况且你也不想死，这样死也不值啊！啊，哼！刚才如果是法王你，又如何呢？那我的想法一定和飞远大人一样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彼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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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法王果然坦荡大度。哎，什么坦荡大度，最多就是怕死鬼。我大哥说的对，一个个说的花里胡哨的，全都是怕死鬼。毛毛虫、缩头乌龟，对。驴粪蛋，好，烂狗屎，是你还你，没词了。大哥还有什么词啊？和尚，告诉他，烂柿子，对，烂柿子。死到临头了还耍嘴皮子，本头领今天就把你这个臭要饭的打成烂柿子。元正，且慢。怎么？我们在这里跟这小子打斗，就中了他的计了。法王说的对，这小子就是想拖延我们攻打杭州的时间。元正，法王，你立马让大队人马去杭州。我想戚继光现在已经在路上了。是。一郎，你和王大头领一起去，这里就交给我们了。嗨。义父。我想带仙子跟我一块儿去。也好，等你打下杭州之后，我给你们2个热热闹闹的办婚礼。
慢着！你刚才说什么？听清楚，我说的是让仙子和元正办婚事。怎么，你想说什么吗？仙子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关你什么事？走。混蛋！冯弟，冯弟，你冷静点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。听我跟你说，这仙子都要嫁给那个有毒的王八蛋了，我能冷静吗？我……哎，行了，冯弟，依我看，那个金刀仙子，她并不愿意嫁给王元璋。真的？不行，他得亲口告诉我。行了，你相信大哥，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？和尚，过来。我们在这里这样打下去根本就没有必要。我们要尽快抓紧时间赶到杭州城去，所以一定要冲出去。哼，想走？今天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。上！飞燕军，别再浪费时间了，今天就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快受死！田总，刚才你那招流风回血使得不错，但是你给我记住，高手过招稍纵即逝，对方又是以多胜少，需要想起路后招。爹，刚才是孩儿一时大意，又在狡辩，学艺不精就是学艺不精。田总哥，师兄呢？哎，仙仙，那火药筒子他不是好人，为他伤心不值得啊，不值得。你是杨树。在下就是杨树。哼，好，好得很。怎么个好法？
你们父子俩将一起死在这里，那不是天大的好法吗？就凭你们几个？哼！实话跟你说，我跟肥元君在一起，一定不会输给你。好，那就试试吧。天祖，去杭州，这里交给我了。爹，快去。是，走。拦住他们！师傅，师傅，杨叔见过师太，谢师太相助。你嘴上说谢，心里却在怪我多管闲事吧？杨叔不敢。你一个人虽然能杀了这几个孽畜，可既然我来了，总不能在这袖手旁观吧？这彩头怎能让你先占了去？师太说的对，那这样，这些倭寇交给我，你的师傅和徒弟就劳烦师太了。哎，我正要见识见识这些个倭寇的飞刀大阵呢，这便宜怎么能让你占了？还是你去对付那师徒老怪吧。好，哎，去杭州要紧，走。随他们去吧。我来的时候，戚继光已经带着他的骑兵赶往杭州了，想必大军很快就会赶到。杨大侠，你随我来，我有话要同你谈。